今天你要体验的人生副本是：你是个花50万偷渡到美国，随时可能被遣返的黑户。凌晨5点15分，枕头下那台屏幕碎了3道的二手手机准时震动，你猛地睁开眼，心脏因为突如其来的惊醒，重重地撞在胸腔上。这里是纽约法拉盛地下室，12平米，4张上下铺，8个人，纵横交错的黄色接线板像血管一样爬满发黄的墙壁，连接着8个随时可能引燃的充电头。你头顶的床板正在嘎吱作响，上铺的人在翻身，空气里凝固着8个人的呼吸、墙角、杀虫剂的刺鼻气味，以及从隔壁中餐馆排烟管倒灌进来的凝固的猪油味。你坐起来，腰椎一阵刺痛，那是长期弯腰洗碗落下的病根。你没去医院，去唐人街药房花6美元买了一瓶止痛片。你坐在床沿，脑子里自动开始算今天的账，这是你付给蛇头的偷渡费，折合人民币50万。30万是高利贷2分利，20万是亲戚东拼西凑的，按现在的黑市汇率大概是71000美元。你每个月必须通过地下钱庄往国内汇1500美元，才能压住那头名为利息的怪兽，确保老家的催债人不会往你父母院墙上泼红漆。1年前，你被塞进那艘集装箱货船，在太平洋上吐了半个月。那时候你脑子里全是短视频里3年赚100万拿绿卡接全家的画面，你甚至徒步穿越了危险的哥伦比亚巴拿马丛林。你以为只要踏上美利坚的土地，就是投入了灯塔的怀抱。但当你双脚踩上这片土地，蛇头在洛杉矶收走你的中国护照，作为最后2万美元的抵押物时，你才明白你根本不是来淘金的，没有工卡，没有社会安全码，没有身份，你只是一个被精准计算过的最廉价的生物电池。你没有合法身份，在这个系统里，你是一个随时需要被清除的异常代码。早上10点，你走进法拉盛那家中餐馆的后厨，你的世界就是这个闷热的、充斥着洗洁精和油烟味的不锈钢水槽，堆积如山的盘子、碗、炒锅源源不断地从前面传进来。你的双手一整天都泡在混杂着食物残渣的肥皂水里，指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油垢。虎口的皮肤因为长期接触劣质清洁剂而开裂，一道道口子被肥皂水反复浸泡，发白外翻，露出底下鲜红的嫩肉。每天晚上躺到床上，双手都像被火烤过一样灼痛。老板知道你见不得光，心情不好时就克扣你那点微薄的辛苦钱，时薪3美元，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。每周工作6天，每天干满12个小时，周末更久。你不敢吭声，你像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躲避着外界，根本没时间去考驾照，每天掰着手指头算，除了买最便宜快餐和交隔断房房租的钱，剩下的现金全部通过地下网点汇回国内。晚上11点，后厨的订单终于停了，你拖着3大袋沉甸甸的厨余垃圾，推开后门，走进那条狭窄昏暗的巷子。垃圾桶旁边，几个和你一样的黑工正蹲在墙根下抽烟，他们穿着同样沾满油污的 T 恤，手指同样被肥皂水泡得发白。其中一个人递给你一支烟，你接过来，借了个火。你们谁都没有说话，只是沉默地抽着，烟雾在路灯下缓缓升腾，被风吹散。巷口突然传来警笛声，你们几个人同时僵住了，手指夹着的烟停在半空中，红蓝交替的光扫过巷口的墙壁，一下2下，然后远去。没有人说话，但你感觉到了，你的心脏正疯狂地撞击着胸腔，手心瞬间沁出冷汗。你想起2个月前，你的室友，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将近10年的男人，在回公寓的路上被随机检查，没有身份，直接送进移民监狱，家里还有2个孩子，但执法系统不在乎这些，你甚至不敢请假去探望他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你遇到的任何事，被抢、被打、被克扣工钱，你都不能拿起电话，你不能报警，你是一个不存在的人。一旦你的指纹进入系统，一旦你的身份被记录，遣返程序就会启动。在这台庞大的机器面前，你连呼救的资格都被剥夺了。你想起那个在某平台上吹嘘美国空气都是甜的网红，前几天直播时崩溃大哭，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在睡梦中被 ICE 破门带走。你还想起那些新闻里说全美有10万个和你一样的人，都在等着被遣返，你只是一个在任何国家的法律系统里都不存在的人。抽完烟，你们各自掐灭烟头，转身回到各自的后厨，没有人说再见。凌晨12点半，你终于下班，双腿因为连续站立的14个小时而肿胀麻木，膝盖僵硬的几乎无法弯曲。你走在回地下室的路上，街上车水马龙，霓虹灯在积水中折射出光怪陆离的幻影。你看着那些从高级餐厅走出来的穿着光鲜的人，他们从你身边经过时不会看你一眼，你在他们眼里是不存在的。你推开地下室那扇破旧的木门，房间里鼾声此起彼伏。你没有洗澡，只是木然坐在床沿。你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卷边的记事本，拔开圆珠笔，划掉昨天写的剩余债务428500，在下面添上新的一行：今日汇款负1500，剩余0。你看着自己那双泡得发白的手，虎口的裂口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张张微小的再也合不拢的嘴，你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。你闭上眼睛，耳边还回荡着当初在国内刷到润学视频时背景音乐的豪迈感，那个辞职卖房断绝后路也要奔向自由的自己，仿佛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人。
你打开手机，翻到以前的相册，看到了刚来美国时在肯尼迪机场外拍的蓝天。那时候你笑得很开心，你没有发信息给家里，你关掉手机，望向天花板。这座城市从未属于过你，而你也再也回不去那个曾经想要逃离的家。你没有抱怨命运，没有恨克扣你钱的老板，没有恨那个把你室友抓走的执法系统。你已经被这台机器彻底嚼碎了。你知道明天早上10点，你还得走进那间闷热的后厨，把双手再次泡进肥皂水里，但无所谓，只要你还没死，这具身体就能继续榨出美元，去填那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。你把记事本塞回枕头底下，定好清晨9点半的闹钟，直挺挺地躺在硬木板上，闭上眼睛，腰椎又开始隐隐作痛。上铺的人在咳嗽，墙上的接线板发出微弱的电流声。你被彻底困在了2个世界的裂隙中，成为了一场宏大叙事的沉默祭品。